霸占了寡妇之后，还要霸占她未成年的女儿。大雪纷飞，17岁的女儿站在炕头上，娘，你偏心。她的手里攥着半块窝头，满脸的委屈和愤怒。母亲张桂英抄起笤帚疙瘩，劈头盖脸就打了下去。滚，别认我这个娘！女儿秀莲踉踉跄跄后退了好几步，哐当一声撞上结满冰花的窗户，差点把窗户纸给撞烂了。堂屋里，弟弟小虎正蹲在灶堂边上啃鸡腿呢，油珠子顺着下巴往下直滴的。刚才秀莲在炕席底下摸到一块油乎乎的肚兜，那是弟弟小虎的虎头肚兜，肚兜里包着一只油乎乎的烧鸡。娘总说家里揭不开锅，怎么却给弟弟偷偷的开小灶？一气之下，秀莲才对母亲大喊大叫了起来。现在秀莲被母亲赶出了家门，抹着眼泪冲进了漫天的鹅毛大雪之中。她不知道这一去竟然发现了母亲藏了10年的惊天秘密。到了晚上，秀莲蜷缩在破庙的一个角落里，冻得浑身发抖，牙齿打颤。突然，庙门吱呀一声裂开了一条缝，夜色之下闪烁着一双绿油油的眼睛。嗷呜！一条饿狼拱开了木门，扑向供桌旁边的秀莲。秀莲顺手抄起了香炉，却被饿狼扑倒在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寒光一闪，咕噜噜，狼头滚落在了供桌腿的旁边。丫头，跟我走。救下秀莲的是村子里性格孤僻的王猎户。秀莲惊魂未定，跟着王猎户钻进了一个山洞。忽然听见黑暗之中传来了小孩的哭泣之声。用火镰点着火之后，这么一看，小虎！秀莲不由得瞪大了双眼。只见那石壁角落里，弟弟小虎蹲在地上，正在抹眼泪呢。王猎户长叹一声：“是你娘刚把小虎接来的，这是为了保护他。”秀莲眉头一皱，满腹狐疑。忽然瞥见石壁的缝隙里头露出来半截衣角，秀莲认得那是母亲张桂英的碎花蓝布袄。秀莲惊讶之余，快步上前去抓那蓝布袄。手刚一触碰到石壁的缝隙，那石壁竟然自动打开了，眼前出现一个密道。王猎户走上前来：“秀莲，咱们进去看看吧。”秀莲与王猎户一前一后，摸黑爬进密道，酸臭味扑鼻而来。秀莲赶忙用手捂住了鼻子。密道的尽头是一个椭圆形的洞中之洞，里面像小山似的堆着一堆药罐子。娘！秀莲尖叫一声，只见母亲张桂英花白的头发披散在肩头，正用刀片刮树皮呢。看来这树皮大概是当药引子用的，因为墙角的草席上躺着一个面色铁青的陌生小男孩。原来在10年前，张桂英的丈夫也就是秀莲她爹，在李老财主家里当长工。这个李老财主乐善好施，是个大善人，可是无意之中得罪了恶霸蔡麻子。蔡麻子与当时的县令勾结一处，诬陷李财主私通土匪，把李财主的全家给抄家灭门了。唯一幸存的就是李财主的孙子，一个小男婴。为了救这个小男婴的命，秀莲他爹被蔡麻子给害死了。秀莲他娘张桂英谎称这个男婴是自己的孩子，同时把自己的亲儿子藏到了山洞里，这才躲过了恶霸蔡麻子的盘问。但是恶霸蔡麻子见张桂英有些姿色，
便从此霸占了张桂英。外面你的那个弟弟不是我亲生的。张桂英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她缓了一口气。为了救你那个弟弟不被蔡麻子害死，我只好把你的亲弟弟。说着话，张桂英看了一眼地上躺着的小男孩，把他关在山洞里10年了。秀莲这才明白，原来母亲是为了保护父亲的老东家李老财主的孙子，把自己的亲儿子常年关在了山洞里。平时都是让王猎户在进山打猎的时候给秀莲的亲弟弟送些吃的。在山洞里待得太久了，亲弟弟得了一身的病，这些中草药啊，都是为了给他治病，王猎户从山里采来的。就在几天前，恶霸蔡麻子搂着张桂英的腰，桂英，你女儿秀莲长大了，让她也跟了我得了啊！哈哈哈哈！张桂英知道不妙，这才故意将女儿赶出家门，让王猎户跟在后面，把秀莲带到了藏着他亲弟弟的这个山洞里来，自己也带着养子小虎赶了过来，把一切的真相说明白之后，等到天刚蒙蒙亮，母子几个人跟着王猎户一起，打算下山到官府去状告恶霸蔡麻子，因为他们听说了最近衙门里上任了一位新县令铁面无私。刚走出山洞，没想到蔡麻子手里拎着一把短刀挡在了面前。他是在去到张桂英家发现家里没人之后，一路顺着雪地里的脚印子找寻到这里来的。秀莲，你跟老子走！蔡麻子一把拉住了秀莲的胳膊。张桂英见这情形，他可急了，一头扑向蔡麻子，要跟蔡麻子拼命，却被蔡麻子一脚踹翻在地。女儿秀莲借着这个机会，抓起药罐子砸向了蔡麻子。蔡麻子闪身想躲，没想到一个趔趄，身体失去平衡，惨叫着滚下山坡，撞在了一棵老槐树上，当场就昏了过去。大雪停了，一家人和王猎户一起顺着山路往家走，刚好碰上了一群官兵，他们是奉命来抓人的。抓谁呀？就是那恶贯满盈的恶霸蔡麻子。原来是县衙新来的这位县令，听说蔡麻子作恶多端，在掌握了真实的证据之后，将蔡麻子缉拿归案了。最后蔡麻子因为身上背着10几条人命案，以及坑蒙拐骗等许多罪行，数罪并罚，被开刀问斩了。后来王猎户迎娶了暗恋多年的寡妇张桂英，与女儿秀莲2个儿子大虎小虎，一家5口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